2024年的春节前夕，当美国科技巨头们还在为千亿参数模型投入天价算力时一款名为 DeepSeek 的中国 AI 模型以推理能力对标 GPT-4，训练成本近550万美元的标签震动硅谷。其创始人梁文峰，这位从粤西小城出走的数学天才，正用小米加步枪的逆袭逻辑，改写了全球 AI 产业的竞争格局。1985年，梁文峰出生于广东湛江的吴川一个教师家庭。这里是粤西典型的小城，却从未与科技重镇产生关联。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操持家务。普通的工薪家庭给了他最朴素的教育启蒙，没有昂贵的辅导书，却有对知识纯粹的渴望。小学6年级，刘文峰以全市前列的成绩考入了吴川一中，开始展现了惊人的数学天赋。初中班主任荣先生回忆他初二就学完了高中数学，捧着大学教材在图书馆一坐就是半天。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书呆子，他擅长于在课间打羽毛球调节大脑，用费曼学习法将复杂的公式转化为通俗逻辑，甚至给同学讲解微积分的基础。这种劳逸结合的学习哲学后来贯穿了他整个的一个创业生涯。在换方量化时期呢，他坚持每周组织团队爬山，在 DeepSeek 办公室设置开放式的休息区，用物理空间的转换激发思维跳跃。2002年，17岁的梁文峰以吴川一中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了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在那个 AI 尚未成为显学的年代，他却敏锐地捕捉到了机器学习的潜力。本科期间自费购买了零件组装图像识别设备。硕士论文聚焦低成本 PTZ 摄像机目标跟踪算法，试图用算法优化弥补硬件短板。这种在有限的硬件环境下突破产生最大效能的方式，早已为后来 DeepSeek 的技术路径埋下了伏笔。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肆虐，正在浙大攻读硕士的梁文峰却看到了机遇。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背后是数据规律的显性化。他与同学在出租屋里搭建服务器，收集了沪深300的指数数据，尝试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股价波动。没有专业的金融背景就啃遍了油金砝码的有效市场理论，缺乏算力资源，就用二手显卡搭建小型计算集群。这种草根式的研发在2010年迎来了突破。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他们的量化策略首年收益率超过了 40%。2015年，梁文峰与校友徐静创立了幻方量化，带着10张 GPU 显卡在杭州起步。当时国内的量化私募尚处于蛮荒时代，主流的机构依赖传统的技术分析，而他引入了深度学习模型，开发出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舆情分析系统，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解析财经新闻对股价的影响。2016年，幻方推出了首个 AI 生成交易仓位，当时管理规模突破了10亿。2019年，自研的萤火1号训练平台搭载了1100块 GPU， 成为了国内首个拥有万卡级算力的私募机构。2021年，规模突破了1000亿，跻身量化4大天王，用时仅6年，刷新了行业的记录。当同行沉迷于堆砌 GPU 时梁文峰却看到了隐患。2021年，英伟达 A100 的显卡价格飙升至10万元每片，北美云厂商的资本开支同比激增 58.93%。 这种烧钱换规模的模式正在制造技术壁垒。他开始思考，如果量化投资的核心是用数学模型替代主观判断，那么 AI 大模型的本质是否也该回归算法效率优先？这种跨领域的联想成为了他转战 AGI 的关键契机。2013年，梁文峰做出了惊人的决定，卸任幻方量化的 CEO， 创立了杭州深度求索 DeepSeek， 目标直指通用人工智能 AGI。 不同于大厂的参数竞赛，他选择了一条反共识之路，拒绝海外的高薪人才，组建平均年龄28岁139人的纯本土团队，其中 60% 是应届毕业生和实习生。经验可能是创新的枷锁，他在内部会议上说，就像当年我们用二手显卡做量化，现在要用穷办法做出好模型。2024年12月 DeepSeek V3 横空出世，6710亿的参数模型，训练成本仅557.6万美元，不到 GPT-4o 的1/10，推理的效率却提升了3倍。
这种低成本高质量的策略，硅谷都觉得不可思议。OpenAI 每100万 tokens 收费呢是20美元 ，DeepSeek V2 呢定价呢仅仅是0.03美元，直接触发了国内大模型集体降价潮。美国的谷歌、微软、Meta 等公司构建的算力护城河本质上就是资本加硬件的双重垄断。2024年，北美4大云厂商 AI 相关资本呢开支高达1200亿美元，中国的 BAT 跟进投入呢755亿，形成了谁砸钱多谁领先的一个内卷。梁文峰却证明了算法创新能够突破算力瓶颈。DeepSeek 通过优化 Transformer 架构，将模型训练的浮点运算次数降低 40%， 同等算力下可支持更大规模的训练。这种能效比革命，如同新能源汽车对燃油车的颠覆，让中小开发者首次拥有与巨头同等竞技的可能。DeepSeek 的颠覆性不止于技术，更在于生态同构。当百度云、阿里云、微软 Azure 先后接入了其模型，中国首次在 AI 基座层也掌握了话语权。传统大厂的闭环生态被打破，开发者无需要依赖昂贵的 GPU 集群，通过 DeepSeek 开源工具即可快速地构建行业模型。DeepSeek 的团队中没有斯坦福、MIT 的博士光环，更多的是本土高校的年轻学者。北大博士朱启豪负责模型架构设计时刚刚毕业，中山大学的郭达雅在实习期间推出了关键优化方案。90后少女罗弗利带领的代码生成团队曾让雷军开出1000万年薪挖角。梁文峰拒绝唯资历论，面试时最看重的是解决问题的原始冲动。他常说1956年钱学森回国时中国没有任何的航天基础，但他们用算盘算出了导弹的轨迹。现在呢，我们有更好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够相信本土人才呢？当 DeepSeek 的估值飙升至1550亿美元时华尔街的投行蜂拥而至，梁文峰却关闭了融资的通道。官方量化的利润持续书写 DeepSeek 年研发投入呢超过了5亿元，却坚持不上市，不做商业分成。2024年，美国升级了对华芯片的禁令 ，A100、H100 的显卡断供，但 DeepSeek 呢早有准备。2021年囤积的万卡集群已完成国产替代的适配。自研的萤火3号平台兼容了华为升腾、寒武纪等国产芯片，算力利用率比国际主流的方案高 30%。这种去美化的战略让 DeepSeek 在制裁中逆势增长。2025年1月，其 AI 助手在苹果 App Store 美国区下载量超越了 ChatGPT， 成为了首个登顶的中国 AI 应用。DeepSeek V3 发布时附带的53页的技术报告中人类级推理呢出现了27次。梁文峰的目标从未局限于商业落地，而是直指 AGI 本质，让机器具备理解、学习、创造的通用能力。团队正在研发 DeepSeek COG 模型，尝试模拟人类认知神经架构，在数学证明、科学发现等领域取得突破。2025年3月，该模型独立推理了黎曼猜想的部分证明步骤，虽然未有完全破解，却展现出了超越专项任务的泛化能力。在硅谷的刻板印象中中国科技的企业擅长于复制加本地化，但 DeepSeek 却改写了一个剧本，其核心技术专利中70% 属于原创算法，开源社区贡献度全球第3。梁文峰常说我们不是在追赶，而是在重新定义赛道，就像当年的日本半导体从模仿到制定 DRAM 的标准，中国 AI 需要从应用创新走向底层突破。这种自信呢，源自于对本土工程能力的深刻理解。深圳电子产业链的快速迭代，杭州程序员的拼命三郎精神，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创新土壤。回望梁文峰的创业轨迹，每次突破都发生在资源受限的节点。量化起步时没有金融资源，用技术优势弥补。AI 研发时面临算力垄断，用算法创新突围。真正的创新不是依赖充足的资源去打造精致的东西，而是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找到突破的办法。梁文峰的故事是中国科技创业者的缩影，带着小镇青年的坚韧，怀揣着技术改变世界的理想，在巨头垄断的裂缝中寻找生机。他的成功证明了在算力霸权、人才壁垒、资本寒冬面前仍有破局的可能。依靠的不是海量的资源，而是对技术本质的深刻理解，
对长期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本土创新生态的无条件信任。那么这期视频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